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。我们今天要抽24张 SS 图卷，但在这之前呢，我怕新手不知道图卷哪张比较强，所以我们先介绍给新手哪个宝物比较强，然后就开始吧。好，这边点进来呢，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，这个是 No.1 忍中印法，然后这个要合成的材料必须要有这个，所以你们记得要留五彩冰凉丸 S 图卷要留，然后还有这个忍中 S 图卷。OK， 我们看看我有没有 SS 可以合一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这边有，需要这2个材料，所以这个东西尽量留。然后这个是最强的，这个不只要合一个，要合很多个。这边一个3勾的东西，我没记错的话是要总共5张，所以要非常的多。2勾升3勾需要2张，然后如果是从一开始做出来1张，然后再升一个。是在1张啊，我这边没有，这边有，刚好有这个1勾的。然后你已经升到1勾之后，再升一个，需要自己一个跟另外一个宝物，所以这又是1张，所以加起来总共是5张。所以你想要拿到一个3勾的东西，就是要5张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东西因为复活玩到后面就会复活另外一只角色，然后一开局就会放大绝，这个东西可以增加忍术能量。所以这个东西总共需要10张，非常难抽，这很难抽，然后外加又很重要。所以抽到这个就代表你是超级欧洲人，运气非常好哦。然后 SS 其余的 SS 宝还要再额外奉献3个，就升到3勾非常劳累，但这个东西一定要主要先3勾，有就升。然后新手一开始如果还没有卷轴的话，先做这个寒冰卷轴或者是风刃卷轴。现在还有这个火焰卷轴我抽到了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世俗的卷轴，这是风的。还有一个雷鸣卷轴，卷轴能做就先做，这个东西至少要有1張，过一些关卡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寒冰我觉得是最强的，然后再来是疾风的，然后再风刃的，再来是火焰的，再来是最后才是雷鸣的。雷鸣我觉得是相对较弱的。好，再来就是目前台服没有这个东西，但以后你们看到它出了，就是它很强，那就先不介绍这个。然后再来是人王龙首，虽然这个会让你被打到的时候变痛，被打到就是你掉血会比较快，但是这攻击力是全游戏加最高的。这东西玩到后面你们通常都会练无伤，就是不受伤，所以这个龙首就先做，有就先做。第一先做的是这个资源，先投这个，再来是龙首，然后还有这个刀鞘，这2个是差不多重要的。但我应该会优先做龙首，因为刀鞘的用 S 的，就是没有发光的，就其实就也行了，就它也有减 CD 了。然后这个龙首的材料呢，也是要跟你们讲一下。新手通常都会不小心吃掉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，龙首需要一个这个 A 级的金刚龙首，所以这个金刚龙首我都会留着，至少你要留5个，就加起来总共是5个。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还有特别的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龙首图纸。然后寒冰卷轴也要留这个善达摩跟二达摩 S 的这2个图卷要留，其他我没讲到的，你可以问一下人，就知道要不要分掉了。这个超星太古的合成材料是没有限定的，所以要记得留一个 S 的超星太古。一开始大家都不小心把它吃掉，然后鬼戒指的话，这个以后再说。这边有一个雷鸟卷轴，应该是雷鸟卷轴，就是这种卷轴的。需要合一个出来。OK， 那我这边没东西可以看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角色套装了。我们基本上都这样带啊，就是如果是要去打正常没有被忍术限制的话，我们就会带一个忍中。你只要有一个忍中，然后开局有吃金币，能量就会满了。然后寒冰卷轴就是你还没练好的情况下会带这个寒冰卷轴，然后去练关卡。那如果练完了，就会直接换鬼戒指，但目前应该是不会有鬼戒指，所以我们就会带这个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配2个套装，只要是0可以用的，就是这个角色可以用的套装就行了。OK， 那介绍到这里了。这个基达摩跟鬼达摩这个是给氪劳用的，你这个大概要1个月花个好几万，你能玩的人才会去做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做出来资源超多，然后你只有偶尔才会把它换掉其中1件装备，然后才会比较强一点点。所以这东西不推荐一般玩家去做这个。不太有 CP 值，然后目前看起来就这样，那我们就回国际服去抽我们的24张图卷，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那几个神奇宝物吧。
好，我们来我们的全球服了，然后我这边已经解完了啊、这个武器我们先给它领看看，我们看看会抽到什么。叮，哇，冰弓超烂，这个水属性的武器目前只有苦无可以用啊，苦无，我刚好可以开一下这个伺服器给你们看，苦无就是这一把啊，不然我顺便跟你们讲解一下以后会出的比较有用的武器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苦无哦，就这个，再做一次圈圈长方形三角形啊，这个东西很强，会一直用到游戏很后期，到这个台服倒了都还在用。然后还有这个雷御光剑，这个东西如果到时候出了是可以抽的。然后还有这个 iPhone 是哦，你可以先不要把它练到很高级，就是加减用一下，这个还行。然后这个跑疾风必备，神死昌明啊，这个叫做海螺，这个东西跑疾风必备，它的伤害比苦无低，要看王啊。如果打龙的话，还会比苦无高。然后但 CD 有点久，不过如果到时候只出海螺池，没有出苦无池，我可能也会抽这个海螺。然后苍月战刃这个东西也蛮强的，然后这个断槽跟朱雀算是功能型的装备，但出的话，你有勾玉可以抽一下，至少要抽出一把，会比较好。然后还有这个雷鸣剑也是蛮强的，后面会有一些特殊的王会把你困起来，泡在空中，你就不能动，然后会被包在空中，或者是它会出现一个盾，然后你没办法打过去。可是用这个东西，它可以穿透那个盾，直接打到那个王，所以这个东西后期也是有点用。然后这个肉串就没啥用了哦。这个之言，这游戏台服最后一把出的啊，这个也很强。然后其他的就还好，没有到特别厉害。这个也还好，没有到特别厉害。那我就刚刚说的那几把啊，还有一个水刀，这个水刀是非常强的。到时候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水刀，也可以直接把它抽爆。这个东西比海螺还强，也比苦无的伤害还高。后面我们都是用这个水刀在打伤害的，除非是一些特别的网，就是会一直飞到屁股去啊，或者是在天空飞来飞去的啊，我们才会带回苦无。不然后面只要网会在前面的时间比较多的，我们就会用这个了，因为这个伤害比这个苦无高很多。好，那武器就讲完了，我们回去继续讲这个图卷，我们继续抽我的图卷。好，我们来抽图卷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验血时刻啊。这边总共有13张加11张，希望可以出个冷中啊，因为冷中是这个游戏里面最重要的东西，有了你才能开局放大，你才能抢人家悬赏令的 MVP， 所以这东西一定要有或者是龙手也不错，这两个是我比较想要的啊，看看我会不会抽到哈。领一个火焰卷轴，又一张，我已经有火焰卷轴了。有3个镜子有镜子还不错，因为我玩0的话啊，但是我没有 S 的，这也做不出来。不过这个镜子还行，哇，没有中好惨哦。其实这一波不是很赚，完蛋了，剩下13个啊，13个，点一下看看。我们慢慢眯一下，我有点害怕。怨灵兽夹还不错，这个东西呢也是很通用的东西。哇靠，怎么那么多镜子？我怎么有5张镜子？哇，这个看起来不太妙哇，什么都没有，完了，这波亏大了。我这个图卷抽的迷迷毛毛，这个账号废掉了，没有龙手，又没有刀鞘，也没有冷中，这账号没啥救了。那个3个东西没那么容易出啊，重点是我还没抽到，20几张都没抽到。然后这个伺服器呢又不能它的每周里面又没有2张可以买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抽。我怎么没抽掉了？怎么不小心抽掉了 ？OK， 我已经把这个抽掉了。我记得也是没抽出什么好东西，好有点气。我们出个1690，看看有什么吧。哇，希望可以来个人中啊，不然我现在悬赏令都抢不过人家的 MVP， 挺痛苦的。这个东西基本上礼包，我觉得应该是必买的。如果你要玩得快的话。哇，是垃圾基达摩，傻眼，好气，我有点不开心，再买一个，我就不信了，抽不到好东西，完了又上头了，跟之前一样，之前也是因为要一直抽人中，然后就一直花钱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会不会抽到好东西，这个必须自选 SS 未鉴定图卷。点下去，哇靠，又是垃圾。好，那我这边来跟你们讲什么东西是可以分解掉的。好头痛。图卷去哪里了？
心态不太好了，我已经人没了哦。按这个宝物合成之后呢，可以到这个图卷商店，它有时候会出一些有用的东西，所以要记得来逛。然后你有多的就把它分掉，像这个赤蛤蟆油可以用一个出来，另外一个就没有用了。不思浑水基本上我觉得没有用。然后刚刚超级太古我们说要留了啊，这个各类飞镖我觉得都是垃圾啊，都是垃圾。再见。这个新手的话要合哦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像我们有那么多勾玉资源的话，这些东西你可以合一个套装出来，水的跟水的标搭水的戒指。那如果你不是新手的话，就可以不用管它。龙血围巾跟龙骨号角可以留一个，这个小黑可以用3段跳。阿力行动电源，这基本上我都会留一下套装的啊。我有2个小龙手，傻眼。这个基达摩、鬼达摩、南蛮祭司，这个都留5张，到时候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用。所以这边那边我们就不分解了。这炎魂战旗跑疾风必备，这个不动明王甲我是没用过了。龙血围巾先留着，除非就是到时候出了一些外面那个商店可以换，然后你还缺的时候就可以来分解。这个一个可以换10个小碎片，这样子。这个小碎片，这个标一样，就是新手的话可以用，但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抽到套装组了，所以我就不用了。这个就一定可以直接分掉。然后这个各类的套装都可以留一个哦。这种像这个，刚好8个，刚好5个，刚好5个，那我可以组一个三勾镜子了，见鬼了。好啊，火焰卷轴不要分啊，这个以后可能可以升勾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我们只能分70个小碎片。我刚才等于买了20个残卷啊，20个残卷。然后这个残卷呢，忍中的话要300个残卷，寒冰卷轴应该也是300个残卷。龙手好像比较便宜，150。要看这个伺服器出来是什么情况，因为我没看过。那时候台服是忍中300，龙手150，还是200多啊？反正你就至少要准备个300多个、400多个残卷会比较好。OK， 反正就早点抽，比较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我非常的衰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我要去外面运动一下，消耗一下这个负能量。再见，拜拜。